一想到那躺在床上任人宰割的青春美妇，林辉的心就像被猫爪挠过般难受，耗费无数精力才等来相看全身的机会。偏偏在箭在弦上的关头，茅山呐，祸害1000年的师傅李天元突然来电，说什么天人相隔，要他即刻回山。虽说嘴上骂骂咧咧，可这身相术本事全是老东西所授。林辉终究还是攥着刚买的火车票，急匆匆踏上了归途。6月的江海市已有些燥热，开往茅山的火车却算不上拥挤。林辉穿过3节车厢，目光最终定格在一个身着清纯连衣裙的女孩身上，吸引他的不是那副邻家模样，而是裙装遮掩不住的傲人曲线。他甩了甩额前遮掩的长发，露出那张清秀俊朗的脸庞，轻声问道：“美女，请问我可以坐在这儿吗？”话音未落，过道里突然窜出个脑满肠肥的胖子，一屁股砸在空位上，肥腻的脸上堆起假笑：“这位美女，我看你眉间有痣，额头3寸隐有阴郁，定有烦心事缠身，不如和我说说，说不定能帮你解困。看相。”林辉嘴角勾起一抹冷笑，敢在茅山天相派嫡传弟子面前班门弄斧，倒要瞧瞧这胖子有几分斤两。女孩伸手指着自己，笑眼弯弯：“给我看相。”举手投足间，胸口微微起伏，胖子不动声色咽了口唾沫，眼底的色相却没逃过林辉的眼睛，用看相哄姑娘。这可是他小学3年级就玩腻的把戏，眼前这胖子的手段实在拙劣，只因执剑怒天炎，昼夜难离在马鞍，主仆奔忙神已倦，更加雪中慵懒官。胖子眯眼扫视女孩面颊，掐着手指装模作样，姑娘这面相定是要出远门，前路凶险，若无贵人相助，怕是难行啊。这趟火车从江海出发，下一站远在千里之外的青门市，任谁都算得出是远途。至于贵人，分明是这胖子自抬身价的拙劣说辞。女孩敷衍点头，低头继续摆弄手机。胖子见状，转而将目标对准林辉：“这位小兄弟，要不要看看相？”“不看。”林辉摇头，语气平淡却带着傲气：“我师父说，天底下能看出我命数的人，还没生出来。”这话绝非虚言，李天元曾为他卜卦，直言其命格玄奥，寻常相师连皮毛都窥探不得。胖子被噎得脸色涨红，正想发作，林辉突然盯着他身后的过道，慢悠悠开口：“3分钟后会有个穿红褂子的胖女人过来，一进门就扇你耳光，说你骗他钱骗他感情，从现在算起30秒内必有分晓。”胖子只当他是胡言乱语，刚要破口大骂，就见一个红衣胖妇风风火火冲过来，抬手便是一记清脆的耳光。“死胖子，骗我5000块钱说能改运，结果我老公赌输了3万，今天非撕烂你的嘴不可。”胖妇扑上来又抓又挠，胖子抱头鼠窜，满车厢的人都看呆了。掐着表一算，从林辉话音落下到闹剧上演，不多不少正好30秒。众人看向林辉的目光瞬间从好奇变成了敬畏，仿佛在仰望一尊活神仙。林辉对周遭的惊叹充耳不闻，转头看向身边的女孩，语气带着几分戏谑：“美女，要不要看相？我不光会看面相，手相，对观摩人身特殊部位断运图也很有研究。”女孩拖着下巴，眼神里满是玩味。她本以为这清秀少年和那胖子是一路货色，可刚才那手精准到 S 的预判实在让人捉摸不透。广播里传来金坛站到了的提示音，林辉起身前突然按住女孩的手，指尖传来柔嫩的触感。他轻叹一声：“别跟家里怄气了，早点回去。子欲养而亲不待的道理，不用我多讲吧。”没等女孩追问，林辉已拎起行李消失在人群中。车座上的女孩愣住了自己因和父亲争执离家出走的事，从未对人说起。这少年怎么看出来的？金坛的天气透着诡异，刚入6月就阴雨连绵。林辉刚踏出车厢，淅淅沥沥的雨丝就变成了瓢泼大雨。他骂了句娘，转头钻进出站口小卖部的棚下，和那盯着他俊脸直咽口水的老板娘有一搭没一搭的闲聊，目光却习惯性地扫过广场上的人群。火车站历来是相师积累经验的宝地，三教九流汇聚，悲欢离合尽显，每一张脸都是一本活的相术教材。师傅说过会有人来接他，可候了半个多小时，连个人影都没见着。林辉不禁怀疑那老东西又在耍自己。小伙子，你看那边那个疯子。老板娘努了努嘴，这么大雨，别人都跑着躲雨，就他慢悠悠的，淋得跟落汤鸡似的。林辉抬眼望去，果然看见一个身影在雨幕中格格不入。老人头发花白，衣着简朴，佝偻着背，脚步看似歪歪扭扭，却透着说不出的韵律。林辉刚想上前搀扶，突然瞳孔一缩，那步伐竟是暗含9宫八卦之妙。前向3步，摸了把肥屁股；俊向2步，捡个钢镚；对向横移2步半，又摸一把坤，向后退1步半。好家伙，捡了个 iPhone！ 林辉越看越心惊，这哪里是疯子，分明是位风水大宗师，每一步都精准卡在风水格局的节点上，借着雨势催旺自身
身运势，举手投足间尽是玄妙。老板娘听得一脸茫然，小伙子，你说啥呢？神神叨叨的。林辉没理会他，眼睛死死盯着老人的脚步，心中敬佩不已。这老人的风水造诣堪称大师级别，可惜人品实在不敢恭维捡钱捡物也就罢了，偏偏借着不法之便，专挑大姑娘小媳妇的屁股摸，竟还没人察觉。林辉看得心痒痒，自己跟着师傅学的是麻衣神相，风水一道涉猎甚少，回去非得让那老不死的好好教教不可。与世渐小，接人的依旧没来。林辉骂了句晦气，给老板娘抛去一个媚眼，正准备拎行李独自上山，那老疯子突然朝着棚子疯跑过来，一把抱住他的大腿，嚎啕大哭。林辉眼皮都没抬，任由他抱着。十几分钟后，连老板娘都被哭丧声闹得心烦，老人终于抹掉眼泪，嘴角咧开笑容。小兄弟，你果然不简单。怎么说？林辉脸上摆出淳朴的憨厚笑容，活像个刚进城的乡下青年，在江湖摸爬滚打多年，这点伪装对他来说易如反掌。我这9宫八卦布，旁人都当我是疯子，唯有你看得连连点头，定是识破了其中玄机。老人一本正经道：投桃报李，我送你一桩天大的好事。我张三丰寻龙点穴一辈子，发现一处无量寿穴，左青龙右白虎，后有靠山，前有流水，仙人葬于此，保你公侯万代，登大宝都有可能。在哪？能带我去看看不？林辉配合地露出惊喜神色，张三丰脸上堆满真诚。我无儿无女，这宝地留着没用，只能忍痛割爱。不过风水行有规矩，不能白送我，不要99998，也不要9998，只要你998，这宝地就归你家。他盯着林辉的脸，小兄弟耳大贴肉，福禄非凡，眼眉宫格更是万中无一的紫薇之相，绝对受得住这宝地。而且你骨骼惊奇，按玄门称骨法，乃是龙子之相。张三丰压低声音，神秘兮兮道：我寿元无多，就想日后能享享国师之尊，要是998贵了，666也行，图个大顺。林辉强忍着笑，开始摸口袋。师傅说，我这次出门会遇贵人，您就是我的贵人。可666实在太贵，我身上钱不多。张三丰眼睛亮得像灯泡，浑身都在发抖。林辉搜遍全身，最后摸出一枚5角铜币，双手捧着递过去，一脸诚恳：师兄，师弟就剩这么多零钱了，对不住。张三丰的脸瞬间抽搐成一团，捏着铜币喃喃道：整日打鹰，今儿被鹰啄了眼。突然反应过来，小师弟，你怎么看穿的？就你这步法，还有贪财好色的德性，除了我师父，谁还能教出这样的徒弟？林辉撇撇嘴，神色瞬间凝重起来。师父到底怎么样了？真像电话里说的，快不行了。嘴上骂归骂，可那老东西既是师父又是养父，情分早已刻入骨髓。张三丰拎起林辉的行李，招了辆3轮车，上山就知道了。3轮车在蜿蜒的山路上颠簸，窗外的茅山渐渐展露真容。这座被誉为第1福地、第8洞天的名山，九峰连绵，溶洞奇绝，19泉叮咚作响，即便历经岁月侵蚀，依旧透着道骨仙风。西汉时毛氏3兄弟在此修道行善，留下千古美名。唐宋年间更是道观林立，香火鼎盛。只可惜经10年浩劫后，终究难复往日荣光。天象派所在的侧峰下，藏着个100-10来户人家的小村庄。车刚停稳，宁静瞬间被打破。小白龙，你这孙子还敢回来？村头王大爷举着锄头追出来。去年林辉带着半大小子偷看他儿媳洗澡，这笔账还没算。林辉哥，你可回来了，没你领头，山里都不好玩了。一群半大孩子围上来，眼里满是崇拜。林辉弟弟，今晚有空不？来给姐姐看个全身像呗。村委李寡妇倚着门框，抛着媚眼，当年2人郎情妾意的光景还历历在目。林辉应对自如，对着王大爷反骂回去，许诺下次带他孙子掏鸟窝，对着孩子们咧嘴一笑，答应明天去摸鱼。对着李寡妇则温言安抚，说回来定登门拜访。一旁的张三丰看得目瞪口呆，这前一秒骂爹骂娘，后一秒柔情蜜意的反差，实在让他心脏有些承受不住。越往山上走，林辉的神色越凝重。这里是他长大的地方，师傅李天元当年从山下把襁褓中的他抱回来，虽平日里又懒又贪财，逼他背麻衣相法、青囊经这些拗口古书，却实打实教了他一身真本事。半山腰的道观简陋得有些寒酸，主殿供奉着神像，厢房屋顶长满了青草，大门洞开，里面黑咕隆咚的。师傅，师傅！林辉眼角泛红，一头冲了进去，里里外外找了一圈，连个人影都没有。林辉抹掉眼泪，看向张三丰：师兄，师傅呢？我出门时他还躺着呢。张三丰皱着眉，一本正经道：这天阴着，山上野兽缺食，难不成？话音未落，天空突然乌云密布，雷霆在云层中嘶吼，金蛇般的闪电划破苍穹，瓢泼大雨瞬间倾盆而下。林辉和张三丰对视一眼，顾不上拿伞，转身就要往山上冲。无量天尊，老朽撒泡尿而已。
老天，至于这么大动静？大殿后突然传来熟悉的声音，林辉猛地回头，只见一个中等身材的道士走了出来，须发皆白，脸上却无半分皱纹，面色红润如少年，正是鹤发童颜的李天元。只是那双深邃的眼眸里偶尔闪过的沧桑，昭示着他绝非寻常老者。老不死的！林辉松了口气，笑骂道：“我还以为你被狼崽子叼走了，老道活了100余载，岂会怕区区野兽？”李天元系好裤腰带，脸上的玩世不恭突然褪去，正色道：“进大殿说正事。”林辉心中一凛，跟着师傅走进主殿。与茅山其他道观供奉三清不同，天象派的神台上立着一尊手持龟甲形古书的祖师像，书上3个英文篆刻的大字早已模糊不清。按师傅的说法，这是天象派的开派祖师，虽不为世人熟知，却是一脉传承的根。跪下！李天元声音庄重，侧身站在祖师像前。林辉和张三丰依言跪下。你我师徒3人皆是天象派传人。李天元的声音在大殿中回荡。相术源于河图洛书，经文王演化为64卦，再经李淳风等人推广，分堪舆、符咒、命理3支。我们天象派正是李淳风一脉所传，至今已1000余年。我是第15任宗主。他扫视着2人，语气沉重。天象派有件传承秘宝，需宗主临终前传给继任者。这次叫你们回来，就是为了此事。林辉猛地抬头，师傅，我寿元已尽。李天元淡淡道：今天这半天是我用7星灯逆天改命抢来的，不然哪会有这么大动静？他看向窗外的雷雨。10年浩劫后，天象派分了2宗，我若走了，你们那未曾蒙面的师叔陈麒麟必定来抢秘宝。林辉的心沉了下去，师傅这话分明是在交代后事。大殿内的烛火忽明忽暗，映着李天元急速衰老的脸庞，原本红润的皮肤渐渐生出老年斑，挺直的腰杆变得佝偻，双眼也开始浑浊，只有偶尔闪过的金光，证明他神志尚清。师傅！林辉泣不成声，泪水砸在地面上，湿了一片。师儿，莫要着相。李天元摸了摸他的头，笑容慈祥，活了100岁有余，够本了。他走到祖师像前，叩了3个响头，取下神像手中那本古旧的书，并非纸质，而是一种非金非玉的金属材质，表面布满岁月痕迹，却透着古朴厚重的气息。你们咬破手指，轮流滴血上去。三丰，你先来。张三丰颤抖着将指尖鲜血滴在封面上，良久，古书毫无异动。李天元的脸色又苍老了几分，挥了挥手：林辉，你来。林辉没有犹豫，咬破手指，一滴殷红的血珠落下，刹那间，古书上浮现出无数游走的古朴文字，紧接着光亮大作，文字旋转汇聚，化作河图洛书的模样，横空而起，狠狠烙印在林辉的额头。古书则瞬间消失无踪。屋外的雷声突然远遁，乌云渐渐散去，一缕阳光穿透云层，照进大殿。好，好，好！李天元连说3个好字，仰天大笑。我李天元竟收了如此绝佳的徒弟，秘宝认主引天地异变，堪比祖师爷。天象派后继有人了。林辉，从今往后，你便是天象派第16任宗主。他看着林辉，眼神里满是父亲般的欣慰。张三丰识趣地退了出去，大殿内只剩下师徒2人。李天元坐在祖师像旁，气息愈发微弱。有什么要问的？快说吧，老天留我的时间不多了。师傅，您一定能长命100岁。林辉哽咽道：村头老李家的鸡是您让我偷的，爬墙看寡妇洗澡也是您教的，您心肠这么黑，怎么会走得早？李天元笑骂着踢了他一脚：臭小子，临死前还咒我生死有命，你我相术传人，岂能看不透？他爱怜地揉了揉林辉的长发，这马尾巴赶紧剪了，像什么样子？师傅，师叔要是来抢秘宝怎么办？秘宝怎么用？天象派以后要去哪？林辉急忙问道。我不想当一辈子道士，至少得当个能娶媳妇的火炬道人。天象派没规矩，你是宗主，你说了算。李天元喘了口气，娶100个媳妇都行，我在地下都高兴。陈麒麟福宝不足为惧，秘宝用法因人而异，得你自己琢磨。他突然话锋一转，神色严肃：你生下来就有铁口直断的本事，说出口的话只要不太苛刻，必会应验。4岁那年，你咒我掉茅坑，当晚我就真掉进去了。这些年没说，是怕你用这本事做坏事。林辉一愣，细细回想，还真有这么回事。前阵子迷路，刚想遇警察，巡逻车就来了。上次说王大爷家的鸡会丢，第2天果然不见了。相术本事泄露天机，不可过多，否则必遭反噬。李天元的声音越来越低，风水相师多犯5弊3缺，你命格我看不清，或许能找到破解之法。若有机缘，便帮天下相卜之人解此困局，但切记不可赔上自己性命。师父，林辉紧紧抱住老人，泪水汹涌而出。李天元看着他，眼中满是不舍。可惜啊，看不到你娶妻生子了，大道盈缺，能为相术翘楚，我这辈子无憾矣。话音落下，老人的头缓缓歪向一边，气息彻底断绝。窗外雷声再起，
乌云重新密布，天地间满是肃杀之气，仿佛在为这位橡树大师送行。老东西，秘宝呢？快交出来！刺耳的公鸭嗓突然在屋外响起。林辉抹掉眼泪，眼神瞬间变得冰冷，缓缓站起身，朝门口走去。我师父尸骨未寒，你怎能如此欺人太甚？张三丰挡在门口，厉声喝道。门口站着个身材矮小的男人，头发稀疏，却梳着大背头，脖子上挂着小指粗的金链子，活脱脱一副暴发户模样，正是李天元的师弟陈麒麟。早就该死的人，逆天改命，坏了规矩，死不足惜。他冷笑一声，一脚将张三丰踹进旁边的排水沟。师叔，秘宝已传给师弟，你晚了。张三丰挣扎着想要起身，却被陈麒麟一脚踩住肩膀。好狗不挡道。陈麒麟抬脚就要闯进大殿，一只手突然从门内伸出，狠狠将他推了出去。哪里来的野狗，敢在天象派撒野！林辉站在门口，目光如刀，扫过陈麒麟脖子上的金链子，满是嘲讽。黄口小儿，目无尊长，我是你师叔，还不跪下磕头！陈麒麟踉跄着站稳，厉声喝道：师叔！林辉嗤笑，我只看到一条乱咬人的狗，何况我是天象派新任宗主，该行礼的是你吧？这些年在江湖闯荡，论牙尖嘴利，陈麒麟还真不是对手。陈麒麟面色一沉，挥手示意身后2个保镖上前。废话少说，把秘宝交出来，饶你们不死。都是橡树传人，用粗人解决问题，未免太失礼数。林辉笑容不变，不如我们比1比1数，谁赢秘宝归谁。张三丰急得直跺脚，师弟不可，你快逃，师兄帮你挡着。在他眼里，林辉年纪轻轻，怎会是陈麒麟的对手？陈麒麟却乐了。他压根不信这毛头小子能被玩，麻衣神相当即应道：好，赌就赌，天道无常，常与善人。师叔，入门口诀你忘了吗？林辉眼神冰冷，劝你好自为之。这话让陈麒麟心中一颤，林辉的神态竟和当年将他逐出门派的李天元如出一辙。他强压下不安，狞笑道：什么善人？有钱就是善人。李天元那老东西固执，害得天象派守着破院子喝西北风，天机给谁不是给？有钱赚就行。当年他就是因主张橡树换钱与坚持以术行善的李天元闹翻，被逐出门派。这些年他千金一挂，不问善恶，攒下万贯家财，对李天元的恨意也越发深重。赌什么？林辉懒得与他争辩，指着对面山岭上的放牛娃，就赌那孩子的家庭境况。他父母离异。陈麒麟掐指推算，又走到门口，找准方位，弯腰观察片刻。2山堆叠为出，一山一人，2山断开则父母分离。他与我们隔了4户人家，站在4位，定是4年前离的婚。林辉心中微惊，这陈麒麟确实有些本事。那孩子叫王晓，父母4年前因感情不和离异，这事早已被村民淡忘，他竟能通过方位推算出来。该你了。陈麒麟得意洋洋，突然指向一旁的老外，这老毛子 Jerry 是外人，你算他的家世。橡树是中华文化产物，我倒要看看你怎么算。Jerry 摘下墨镜，一双蓝眼珠警惕地盯着林辉。林辉扫了他一眼，心中已有定论，这老外浑身煞气，手上必定沾了人命。他是孤儿，母亲未婚先孕生下他，没有父亲。林辉沉声道，他母亲性子强悍，后来嫁了人，而那个男人死在了他手里。陈，你答应过不告诉别人的。Jerry 脸色瞬间惨白，死死盯着陈麒麟，语气狰狞。理由？陈麒麟一脸苦笑，他压根没说过理由。陈麒麟强作镇定问道，他站在前位，煞气过盛，过阳一折，必是孤儿。林辉缓缓道，方才他踩断野草，还补了一脚，草自断头为造，便是未婚先孕之意。至于杀继父，他看向 Jerry， 你是个恋母狂，容不得母亲身边有别的男人，对吗？ Jerry 浑身颤抖，脸色煞白如纸，嘴唇砰动着，说不出话。林辉说的分毫不差。陈麒麟的脸彻底失去血色，他推算王晓的家世，又是掐算又是走位，耗时许久，而林辉只是扫了一眼，便得出更详尽的结论。高下立判，天道无常，常与善人。你坏事做尽，还想抢传承，不觉得可笑吗？林辉的声音如同惊雷，在陈麒麟耳边炸响。噗！陈麒麟猛地喷出一口鲜血，瘫倒在地，眼神里满是恐惧。林辉的模样，林辉的话语，都和当年逐他出门的李天元重叠在一起，让他又惊又怒。小辈，你欺人太甚！陈麒麟嘶吼着。Jerry， 给我上，把秘宝抢过来。Jerry立刻从腰间掏出手枪，黑洞洞的枪口对准了林辉的脑门，冰冷的金属光泽在昏暗的光线下闪烁。林辉额头瞬间冒出冷汗，这老东西居然带了枪，师傅要是早点说，也不至于陷入这般境地。操，有飞碟！林辉突然仰头望天，脸上写满震惊，仿佛看到了不可思议的景象。这突如其来的一喊，让所有人都下意识抬头望去。Jerry 虽说是顶尖雇佣兵，历经生死，也没见过有人被枪指着脑袋还关心飞碟的，一时竟也愣住了。
趁着这瞬间的空隙，林辉压低声音默念：尿裤子，吓尿裤子。他这铁口直断的本事，此刻正好派上用场。陈其灵抬头望了半天，连个飞碟影子都没有，顿时恼羞成怒：小贝，你敢耍我？耍你又如何？林辉冷笑：你以为你能顺利上山？师傅逆天改命，多活半天，就是为了布下八卦诸魂阵。你动我一下试试，是你的枪子快，还是阵法发动快？陈其灵的脸色瞬间变得惨白，他太清楚李天元的手段了。当年抗战时，一队日本兵围剿茅山，其他宗门纷纷避祸，唯有李天元布下阵法，让上千鬼子在山里迷路，自相残杀，无一生还。那时候李天元眼神中的凛冽，他至今记忆犹新。天空中的乌云再次聚集，雷声震耳欲聋，闪电如同银蛇般在云层中穿梭，天色暗得如同黑夜。林辉运起道门，言自密，声音如同洪钟：陈其灵，你还记得师傅当年说的话吗？狼子野心犯我华夏天威者，虽远必诛。这声音带着震慑心神的力量。陈其灵只觉得眼前阵阵发黑，仿佛看到李天元手持罗盘站在面前，双膝一软，扑通一声跪倒在地，嚎啕大哭：师兄，饶了我，我再也不敢了。Jerry 也被这诡异的景象吓得浑身发抖。天空中突然降下瓢泼大雨，一道闪电划破长空，噼啪一声击中道观后的百年古树，熊熊烈火在暴雨中燃烧，树干上还缠绕着电光，诡异至极啊！陈其灵突然尖叫一声，夹紧了双腿，一股热流顺着裤腿流下，白色的尿液在黑色西裤上晕开一片片污渍，浓烈的腥臊之气瞬间弥漫开来，常年酒色掏空了他的身体，此刻早已吓得失禁。走，快离开这鬼地方！陈其灵颤抖着，连滚带爬的往外跑。Jerry 也不敢多留，背起陈其灵，踉踉跄跄的往山下逃去。林辉负手站在雨中，看着两人狼狈的背影，朗声道：天象派有我林辉在，再敢踏入禁地半步，定让你们有来无回。雨声中，两人逃得更快了。张三丰一瘸一拐地走过来，满脸疑惑：小师弟，师傅啥时候布的八卦诸魂阵，还有护山大阵，是新教你的吗？林辉忍不住笑了：师兄，哪有什么阵法，都是唬他们的。没想到真把那老东西吓尿了。他抬头望着天空，笑容渐渐淡去。师傅走了，秘宝认主了，铁口直断的秘密揭开了，还有陈其灵口中的千年疑惑和向师难逃的五弊三缺，无数谜团如同乌云般笼罩在他心头。茅山的暮色浸透着刺骨的寒凉，乌云散尽后，夕阳将天地染成一片血色，风穿林间，枝叶飒飒作响，如万千白帆在风中摇曳，奏响一曲无声的悲歌。林辉蹲在道观门槛上，指尖摩挲着师傅李天元留下的旧罗盘，铜制的盘面早已被岁月磨得发亮，却再也映不出那个爱骂他小兔崽子的老道士身影。师弟，师傅可有遗言？张三丰的声音带着浓重的鼻音，他通红的眼眶望着昏黄的天际，手里还攥着刚拾来的柴禾。林辉站起身，喉结滚动了许久才挤出话来：师傅说，失手火化，往后你我入世出世，随心便好。他的声音很沉，像压了千斤山石，脸上的愁苦几乎要溢出来。张三丰不再多问，只是默默抹掉眼泪，转身去搭灵堂。他比谁都清楚，这对名义上的师徒早已是父子情深。山下的村民们很快闻讯赶来，往日里被林辉偷过鸡的王大爷拎着捆干柴来了，曾被他偷看洗澡的李寡妇端着盆清水来了，还有那群总跟着他闯祸的半大孩子，也安安静静地帮着扫地擦桌。没人再提旧日恩怨，唯有此起彼伏的叹息声，混着山间的风声，在道观上空盘旋。柴堆搭得齐整，林辉走进厢房，小心翼翼地抱起师傅的遗体，他指尖抚过师傅褶皱的衣袍，想起小时候师傅也是这样抱着摔破膝盖的自己，一边骂没用的东西，一边往伤口上抹草药。将遗体轻轻放在柴堆上时，他特意抹平了扎人的木屑，仿佛怕惊扰了师傅的好梦。张三丰递来火炬，火焰在暮色中跳动，林辉接过的瞬间，手忍不住发抖，这把火要烧掉他20年来最亲的人。呼的一声，火焰窜起丈高，橘红色的火光映亮了林辉苍白的脸，也映亮了围观者们含泪的眼。火光整整燃烧了一夜，到后半夜时，竟隐隐透出似檀似鹤的清香。守夜的村民们窃窃私语，都说李道长定是成仙了。这火焚的不过是一退，神魂早已羽化飞升。林辉始终坐在火堆旁，一言不发，口中反复吟诵着太上玉华洞章波王度世升仙妙经，声音沙哑却坚定，像是在和天地讨一个约定。天光大亮时，火势终于熄灭，余烬之中竟散落着数十颗银白的颗粒，像佛门宗师圆寂后留下的舍利子，在晨光中熠熠生辉。林辉无视余烬的炙热，
徒手将这些舍利一颗颗捡起，指尖被烫得发红，也浑然不觉。他把师傅的骨殖收拢进骨灰盒，抱着盒子走进大殿，哐当一声锁上了门。老东西，你真就这么走了？他靠着祖师像坐下，将骨灰盒抱在怀里，声音里满是哽咽。你逼我背藏经、麻衣相术，教我偷鸡摸狗打牙祭，让我下山看寡妇洗澡炼胆，还说等我闯出名堂，要给你找个大屁股俏寡妇续弦。你答应看我娶媳妇抱孙子的，怎么就食言了？你把天象派扔给我，就不怕我把家业败光？林辉说着，眼泪突然决堤，滚烫的泪珠砸在骨灰盒上，发出沉闷的声响。大殿外的张三丰和村民们听着里面的哭声，也忍不住红了眼眶，偷偷抹泪。这一锁便是7天。7天后，大殿门终于打开，林辉抱着骨灰盒走出来。原本乌黑油亮的马尾辫，竟添了大半花白，像被寒霜打透的野草，哀莫大于心死。山民们看着他的模样，都沉默了。这样的悲痛，足以催人生白发。李天元的墓地选在茅山深处一处风水宝地，名为金蝉折桂，庇佑家人之力甚微，却能福泽门生弟子。张三丰站在墓前，摸着墓碑叹道：“师傅真是把一切都算好了。”林辉将3炷香插进墓前的泥土里，又摆上几瓶好酒、几包好烟。师傅这辈子清苦，抽烟喝酒只敢用最便宜的，如今他带了最好的来，师傅却再也尝不到了。老东西，我要下山了。他把酒倒在墓碑前，酒香混着烟草味在风中散开。师兄要留下陪你，等我老了就回来搭个茅屋，青灯黄卷守着你。张三丰劝了几句，便先回了道观。他年近60，身子骨早被风水勘察的奔波磨得虚弱，经不起山间的夜路。夜深人静，林辉靠在墓碑上仰望夜空，暴雨洗过的天空格外澄澈，星子亮得像碎钻，密密麻麻排布着，竟隐隐形成一幅奇异的卦图。他越看越心惊，只觉得这些星子的运转轨迹，竟和人一生的运势有着说不出的契合。天为玄冥，地为后土，天上星子如人之身，旦夕祸福，虽为天数，终有轨迹可循。突然，一句苍老的声音在脑海中响起，林辉猛地转身，四周只有风吹树叶的沙沙声，空无一人。无独创小树星器官行诀，或可成800小术之一。声音继续传来，带着几分自得。我李天元穷一生无所成，竟在葬身之地悟得此术，便以阵法留之，待有缘人。林辉呆立原地，眼眶瞬间红了。这是师傅的声音，他终于明白，师傅早在这里布下了磁场阵法，唯有天象派秘宝的传人到来，才能激活传承。这星气观行诀，竟是师傅留给自己最后的礼物，将星轨与相术结合。这份才情，别说800小术，便是3000大道也能占得一席之地。天边泛起鱼肚白石，林辉对着墓碑深深一揖：“师傅，我懂了，这就下山，定不负你的传承。明年清明，给你带徒媳妇回来。”清晨竟出奇的安静，往日里天不亮就叫嚷着摸鱼烤鸡的半大孩子，今天全都没了声响。可这份安静没持续多久，就被此起彼伏的叫骂声打破。小白龙，你个瘪犊子，又杀我家打鸣鸡，母鸡没了公鸡，下的蛋怎么孵小鸡？林辉弟弟，翻墙头看我洗澡就算了，怎么不进来给我看个全身香？这一走又不知要等多久。老大，等着回来烤鸡吃。林辉背着小行囊，在山道拐弯处回头大笑，青山不改，绿水长流，备好烧鸡美酒。我小白龙必回，嘴上说着大话，脚底下却越跑越快。他太清楚这些山民的腿脚功夫，真被追上讨公道，准得吃不了兜着走。小道士下山去闯荡，老道士山上有交代，山下的女人是好货，遇见千万要带回来。他一边哼着婚曲，一边瞥着上山进香的游客。茅山作为道教名山，游客络绎不绝，其中不乏美女。可他这一身7天没洗，硬得结块的衣服，再加上花白凌乱的头发，活像个下山务工的搬砖汉，只引来不少白眼。真屌丝！有年轻游客低声吐槽。林辉摸了摸口袋，想掏出钱来砸走这群俗人，却只摸出一枚5毛硬币。他愣了愣，随即笑了。除了车站那个抱着他大腿哭的师兄张三丰，谁还有这本事，能神不知鬼不觉把他的钱全摸走？张三丰，你个老东西，好歹留个车费啊！他骂得响亮，脸上却没半分恼意。师傅走了，道观香火断绝，师兄守山不易，这点钱本就该留给他，没钱寸步难行。林辉想起前几天上山时，山下有家正在办丧事，今天刚好是头七，按规矩要做法事超度。虽说这几年生意做大了，早已不碰街头法事的营生，但行囊里的道袍法器还在。他在山溪里简单梳洗，换上石青色道袍，把花白的头发随便一束，原本的屌丝香瞬间褪去，露出清秀出尘的模样。
倒有几分仙风道骨。下山路上，不少求姻缘的姑娘频频回头看他，林辉眼珠乱转，心里把路过的女人点评了个遍，嘴上却念叨着无量天尊，女人虽美，贫道先寻法事。茅山脚下早已不复往日清苦，游客云集，商铺林立，连算命摊子都连成了片，个个写着铁口直断，童叟无欺。林辉看得暗自着急，生怕生意被同行抢了先，一溜烟就跑到了办丧事的那户人家门口。这是一栋3层小楼，爬满爬山虎的墙壁绿意盎然，门口的石狮子彰显着家境殷实。可奇怪的是，头七之日，大门竟紧锁着，连个吊唁的宾客都没有。林辉刚要敲门，大门突然哐当一声打开，一个穿道袍的人像球一样滚了出来，摔在地上直哼哼，没本事别揽金刚钻，耽误我孙子的病，一棍子抽死你！屋内传来苍老的怒吼，一个须发皆白的老人拄着拐杖冲出来，气得浑身发抖。茅山上的道士都死光了，找个驱邪的，开价不少，倒把自己吓尿了。围观的人渐渐多了，看向老人的眼神却带着几分幸灾乐祸。这时，一个30来岁的女人从屋里走出来，扯住老人的胳膊，含泪道：“爹，要不给小山准备后事吧？老大没了，小山再这样拖下去。”老人猛抽了2口烟袋，将拐杖狠狠扔在地上，长叹一声：“准备吧，秀娥，你得顾好自己。茅山啊茅山，怎么连个能驱邪的道士都没了？”林辉站在人群外，眉头微微皱起。他看这栋小楼的格局，隐隐透着一股邪气。再听老人的话，分明是家中接连出事，这哪里是普通的丧事，分明是邪祟作祟。他握紧了口袋里的罗盘，缓步走了上去。茅山镇的日头毒得像要烧穿石板。郑源家那栋崭新的3层小楼在阳光下泛着刺眼的光，琉璃瓦折射的光晕却照不进老人紧锁的眉头。他蹲在院门口，烟锅子在青石板上磕得梆梆响，烟油子顺着木纹往下淌，像极了心里堵着的苦水日子。刚见红火，平房换了小楼，自己平上致富能手，独子郑老大娶了媳妇儿，还添了大胖孙子小山。可天有不测风云，郑老大前几天陪游客上山时失足摔死，尸首刚运回家，小山就发起高烧，胡话连篇。医院里消炎针打了个遍，孩子的烧却退不下去，医生支支吾吾说不出个所以然。郑源一气之下把孙子接回家，打定主意找道士驱邪，可接连请来的几个没一个靠谱，有的进门就跳大神，贴满符纸也不见效，有的漫天要价。更离谱的是，刚才那个竟说儿媳妇秀娥是天煞孤星，还要灌小山符水，结果孩子喝了之后，胡话说得更厉害了。郑源忍无可忍，举着拐杖把那江湖骗子赶了出去。刚喘口气，就见门前站着个穿青色道袍的年轻人。那道士眉眼清隽，道袍上沾着些山雾的潮气，与先前那些满脸市侩的骗子截然不同。郑源习惯性的想骂牛鼻子，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，连忙改口：“这位真人，您有什么事儿？”无量天尊。林辉笑意温和，语气却滴水不漏：“我乃茅山上的道人，下山游历，听闻老丈说茅山无人，特来询问是否需要相助。”这话听着体面，林辉心里却另有盘算，哪是什么游历，他早就盯上了这地界，想借着驱邪赚笔路费。虽说阴阳宅风水不是他的专长，但比起刚才那骗子，他有十足的把握。围观的人群见状又喧哗起来，有人说他是真道人，也有人骂他是新的骗子。林辉没理会，目光已经扫过了院子。这院子布置得倒清雅，右边是青石砌的鱼池，左边长着棵歪脖子树，枝丫斜斜穿出屋外，横在路上，看着格外怪异。楼房用了落地窗，光亮十足。按理说阴邪之物不该在此逗留，可林辉扫到楼角时，突然觉着眼底一凉，一股清气从眼中溜出，竟看见3楼飞檐处一道黑雾一闪而逝。他愣住了阴阳眼，不是阴年阴月阴日生者才有的吗？难不成是那本古书秘宝把自己的天眼打开了？道长怎么了？郑源见他神色异样，急忙追问，以为他看出了端倪。贫道看到了阴煞所在。林辉沉吟片刻，伸手指向3楼飞檐。这话一出，围观的人顿时哄笑起来。大正午的日头正烈，那地方正是阳光直射之处，阳气极盛，怎么可能藏着阴煞？但郑源的脸色瞬间惨白，拽着林辉就往屋里钻，拴紧大门后，扑通一声跪倒在地，鼻涕一把泪一把的哭嚎：“真人救救我家孙儿，别让楼上的厉鬼再索命了！”厉鬼！林辉连忙扶起他，心头的疑惑更甚。郑源抹着眼泪，眼神里满是悔恨。盖这小楼时，我找了外地工人，夏天天热，我催着包工头让工人中午也加班，想早点完工，谁知道一个小工被晒晕了，从楼上掉下来摔死了。林辉叹了口气，茅山脚下的夏天，正午气温少说也有37、8度，这么热的天让工人在高处干重活，不出事才怪。我赔过钱了啊。
郑源拽着林辉的袖子，老泪纵横。他不该还缠着我家人。小山要是有个3长2短，我这把老骨头也活不成了。我们郑家就剩这一根独苗了。眼看郑源要磕头，林辉赶紧拦住。老丈别急，我帮你驱除邪魅便是。他指着飞檐处，那小弓是不是从这儿掉下来的？对，就是这儿。郑源连连点头。道长，我都赔钱了，他怎么还不放我们一马？林辉没答话。邪魅形成的条件复杂，哪是赔钱就能了结的？他话锋一转，您儿子和儿媳妇这段时间是不是住在3楼？郑源一愣，随即恍然大悟，当初儿子儿媳说3楼凉快，非要住上去，可大夏天的顶楼怎么会比1楼凉快？想来定是阴邪之气在作祟。他顿时觉得头皮发麻，后背直冒冷汗。先让他们母子从3楼搬下来吧。林辉说道。郑源二话不说就往楼上跑。不多时，秀娥抱着小山走了下来，孩子脸色清白，气息微弱，看着就让人心疼。秀娥见了林辉就要下跪，林辉赶紧扶住。不必多礼，我定不会堕了茅山的威名。他看向秀娥，你抱着孩子去有阳光的地方坐着，让他多晒晒太阳，轻抚他的后背，叫叫他的名字。秀娥有些迟疑，叫魂的法子他试过好几次，根本没用。郑源见状急了，秀娥，快按真人说的做。秀娥这才抱着孩子走出院子。林辉又吩咐郑源，你去门口扎2对艾草，点上，让烟飘进屋里。我去楼上看看。哎，神仙，我这就去。郑源连忙应着，称呼从。道长升级成了神仙，脚步都轻快了几分。林辉忍着笑，心里却门清叫魂都是瞎扯。孩子只是阴气太重，受了惊吓，叫名字能让他安心。晒太阳则是因为这孩子定是被娇惯坏了，平时总待在屋里，缺了阳气滋养。所谓孤阴不生，孤阳不长，小孩子哪能离得了阳光？这和魂魄压根没关系。院外的艾草烟渐渐飘进来，林辉迈着步子往3楼走，一边走一边琢磨眼睛的事儿。按常理，能看见阴邪之物的，要么是阴体质的人，要么是3岁以下的孩童，他们阳气弱，对阴气更敏感。思来想去，只有一种可能是那本古书秘宝打开了自己的天眼。刚到3楼楼梯口，一股凉意就裹了上来。林辉皱了皱眉，难怪郑老戴夫妇要住这儿，确实比楼下凉快不少。可这凉意里带着阴寒，绝非正常的清爽。他走到楼梯拐角的窗户边，往下一看，正好对着院里的歪脖子树。这树长得茂密，枝丫歪歪扭扭，刚好挡住了隔壁的房门。再往下看，是一条臭水沟，上游还算清澈，到了郑家这段，却灌满了厕所排出的污秽。大热天里散发着刺鼻的臭味。这时，郑源点好艾草跑了上来，行礼问道：道长，找到原因了吗？你们家是不是因为那歪脖子树和隔壁吵过不少架？林辉没直接回答，反问道。郑源老脸一红，点了点头，没敢出声。林辉又指着臭水沟，这条沟怕是也没少闹矛盾吧？郑源的脸更红了，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。老丈，恕我直言，你这是把自己坑了。林辉叹息道。那歪脖子树是院子的生门，主生机，所以你家运势原本不错，可它挡了别人家的门路，成了别人家的死门，生门沾了死气，报应自然就来了。至于这水沟，你家房屋龙虎沙走向极好，本该有好水助运，可你把污秽排进去，污了清水，也毁了自家风水，阴气能聚集，全是因为这2样。郑源听着连连叹气点头，确实，自从盖了小楼，刚开始家里顺风顺水，可后来和邻居口角渐多，祸事就接连不断，自己住过院，儿子摔死，孙子病危。林辉的话就像救命稻草，让他看到了希望。道长，求您给个破解之法，我立马就改。郑源说着又要下跪，林辉赶紧扶住，改下水道，往西北方位的荒地走，用水泥砌好，别让臭味再污了河水，水是财，脏了就留不住了。还有那棵树，午时阳气最盛的时候，把挡门的枝丫砍了就行。这样一来，小山调养几日就能康复。那阴邪之物呢？不除干净，我不放心啊！郑源拽着林辉的衣角，死活不肯放他走。就在这时，门外传来秀娥的声音：“爹，小山醒了，喝了点粥又睡着了。道长真是神人。”郑源一听，热泪盈眶，扑通跪倒在地：“真人，求您再帮帮我家，您要什么我都给，上刀山下火海我都去。”林辉沉吟片刻，正色道：“不瞒老丈，前几日暴雨冲垮了山上的道观，我下山是为了筹善款修缮，只是这好办。”郑源拍着胸脯：“修缮的钱我全出，我这就去取1万块，您帮我把邪魅除干净。”林辉心里一喜，脸上却装出犹豫的样子：“这恐怕不太好吧？有什么不好的？这是行善积德。”郑源急着说，生怕林辉反悔，转身就往银行跑。郑源刚走，林辉就觉着眼底一凉，先前看到的黑雾重新出现，这次不仅没躲藏，形体还更凝实了。他正疑惑，黑雾突然分散开来，像青烟般将他笼罩。糟了！林辉大惊，我念的是超度经文，怎么把这东西引过来了？阴邪入体可不是小事，就算日后驱除，也会影响术法进步。
他忽然想起，这阴煞之气用科学解释，就是较强意念的脑电波在特定环境形成的磁场，与地球大磁场相悖，自然会伤人。可按常理，阴煞最多只是飘荡，怎么会往人体内钻？正午的骄阳正烈，3楼的林辉却如坠冰窖，浑身冒起白毛汗，凉意直钻骨髓，像无数把冰刀在刮割骨头。不至于这么倒霉吧？我还想活成老道那样的寿星呢。他欲哭无泪，身体僵得不能动弹，只能眼睁睁看着黑雾渐渐稀薄，更多的钻进自己体内。与此同时，院外的角落里，陈其灵盯着楼上，冷声问身边的 Jerry， 交代的事办妥了，办妥了，您给的东西都按方位买好了，那小子也上3楼了。Jerry 恭恭敬敬地回答，心里还记着上次户主不利的事，只想好好将功补过。陈其灵嘴角勾起阴狠的笑，林辉，我倒要看看你进了五鬼魔魂阵还怎么活。3楼的林辉强撑着意识，心里飞快盘算，这阳宅阴气怎么这么重？不对劲，他依着林中所学的星气观行觉打量四周，突然惊觉有5处地方正在源源不断地往3楼输送阴煞之气，这分明是人为布置的五鬼魔魂阵。林辉脸色大变，这阵法在江湖上臭名昭著，堪称绝户毒术，他以为早就失传了，没想到竟栽在了这上面。所谓五鬼，是在阵眼之外的东南西北4个方位引入阴气，用术法阻隔，让阴气循环回流，最终将阵眼中的人变成五鬼之一。早年川渝一带曾有人用这阵法害仇家，一夜之间100余口人惨死，死相凄惨无比，因太过阴毒，有伤天和。这阵法渐渐销声匿迹，没想到今日竟让他遇上了。更要命的是，这阵法的强悍之处在于束缚，一旦陷入，根本逃不掉。4个方位的阴气，竟是用未足月便夭折的胎儿躯体凝聚的煞气，小鬼难缠。这种阴煞最是磨人，正一点点往他体内钻，钻心的疼痛和刺骨的阴冷席卷全身。就在林辉以为自己要交代在这里时，脑海中的古书突然变得阴沉，那些钻进体内的阴煞之气，像是找到了宣泄口，潮水般涌向古书，随即石沉大海，尽数被吸收。林辉愣住了。他从未听说过有东西能吸收阴煞。古书吸收完阴气后便重新沉寂，只是页面上那3个篆刻大字似乎清晰了几分，煞气也更浓烈了。林辉眼珠一转，躺在窗台边，开始不停抽搐，装作被阴气反噬的模样。他知道陈其灵布置这阵法定是冲着自己身上的秘宝来的，只要装出濒死的样子，对方迟早会现身。道家学说中，阴阳2气是万物之本，本无害处，可一旦失衡，便会影响环境，伤害人体。中医也说阴虚阳燥，阴气过盛则体虚，阳气过盛则暴躁。如今陈其灵的五鬼魔魂阵虽未直接杀死他，但此地的阴气仍在循环，他正好可以借着这股阴气反过来布置困局。先前林辉对阵法并不精通，可那晚在李天元坟前得到的星气观行诀里恰好有相关记载。说起来还要多谢陈其灵，若不是他步步紧逼，林辉也不会在那个时间地点得到传承。这事儿要是让陈其灵知道，怕是能气碎满口牙。阵法能改变阴阳格局，这也是从古至今没人敢轻易得罪风水相师的原因。即便经历过文化动乱，老辈人对相师依旧恭敬，只是如今能布置阵法的相师寥寥无几，就算有，也得拿着罗盘研究好几天。像林辉这样能直接排布的，整个中国恐怕都屈指可数。果然，没过多久，脚步声就从楼梯传来。陈其灵走到3楼，看到林辉抽搐的模样，嘴角勾起狞笑，身体都因激动而颤抖。在他看来，林辉一死，天象派的秘宝就到手了，只要拿到秘宝，就能破解传承1000年的秘密，站上权力巅峰，享受无尽富贵。三清道尊在上，我陈其灵终于能拿到秘宝了。陈其灵攥紧拳头，眼中满是狂热。李天元，你看到了吗？你错了，以后相术界只会记得我陈其灵。他急不可耐地朝着林辉扑过去，可刚迈出一步，陈其灵就觉后背一寒，回头一看，自己竟站在一片灰色雾气中，伸手不见五指，连方向都辨不清了。孙子，今天就让你见识见识什么叫真本事，跟我斗，你还嫩了点。林辉的声音从雾外传来，带着几分戏谑。陈其灵气得鼻子都歪了，这已经是林辉不知道第几次戏耍他。他仔细打量着周围的雾气，越看越心惊，这阵法处处是生路，又处处是死路，稍有不慎就是死局。这般完美的杀局，他这辈子都布置不出来。他愈发认定，这手段是林辉从秘宝中学来的，否则一个毛头小子怎么可能懂这些？难道我今天要死在这儿？雾气越来越浓，陈其灵的心里越来越慌。人一旦惊惧，心就乱了，脚步也跟着错乱起来。
他左脚绊着右脚，扑通一声摔在地上，眼睁睁看着灰色的黑气往自己体内钻。完了，陈麒麟苦笑一声，眼前开始浮现前半生的画面。他本以为自己临死前会想着日后的富贵，可脑海中出现的却是茅山破旧道观里师兄李天元教他画符的模样，一笔一画，耐心细致，点点滴滴，清晰的仿佛就发生在昨天。师兄，悔恨的泪水从陈麒麟眼角滑落，混着雾气中的阴冷渐渐冰凉。屋外的林辉靠在门框上，感受着体内残留的阴气，又看了看脑海中沉寂的古书，嘴角勾起一抹意味深长的笑。阵势破了，钱也快到手了，天眼和阵法的本事也算是意外之喜。只是他清楚，陈麒麟绝不是最后一个盯着秘宝的人。这场风波才刚刚开始，郑源揣着刚取的钱，火急火燎地冲回家。刚跨进院门，就被3楼楼道里的景象惊得顿住脚步。只见一个头发稀疏、尖嘴猴腮的老头被五花大绑在地上，身形佝偻，满脸狼狈。他连忙贴着墙根挪到林辉身边，双腿还在微微打颤，颤声问道：“道长，这就是您捉住的邪魅？”林辉闻言哑然失笑，这老爷子真是被连日的变故吓破了胆，竟把大活人当成了鬼怪。他端起世外高人的姿态，慢悠悠道：“这不是邪魅，是暗地里破坏你家风水的恶人，见我前来驱邪，便想阻挠，被我制服了。”说着指了指地上的陈麒麟：“这人交给你处置，用黑狗血泼头，再泡进粪坑3天3夜，记住别弄出人命，满3天就放了。”林辉心里自有盘算，方才见陈麒麟濒死之际喊了声“师兄”，倒也算是留了几分情面，不然绝不会轻易饶过他。再者，江湖闯荡多年，让他明白做事不可赶尽杀绝，太过狠辣迟早会伤及自身，反倒惹祸上身。至于陈麒麟口中的天大秘密，他索性不问，连陈麒麟都为此疯魔，自己未必能抵御诱惑，不如眼不见为净，省得徒增麻烦。哎，道长放心。郑源一听是仇人，胆子顿时壮了起来，狠狠踹了陈麒麟几脚。您先下楼歇着，我让秀娥杀鸡做菜，黑狗血这些东西咱们茅山脚下有的是。没过多久，院子里就传来陈麒麟的哀嚎。林辉探头一看，只见他被泼得浑身是血，硬生生扔进了散发着恶臭的粪坑。不少邻里闻讯赶来围观，林辉摇了摇头，不再多想，他用蒙蔽天机的手段挡住了 Jerry 的追踪，最多只能维持半天，等 Jerry 找来，陈麒麟自然能被捞出去。午后，林辉辞别郑家，郑源带着亲朋热情相送。席间众人见他治好小山，纷纷敬酒，想请他看风水，却被林辉轻松应对，最后满桌男丁醉倒，唯有他安然无恙。揣着筹来的钱，林辉直奔长途汽车站，一个念头愈发坚定，回家看看母亲。这些年在江湖漂泊，他竟从未好好陪伴过孤身一人的母亲。想起父母在不远游的古训，心中满是愧疚。汽车一路颠簸，窗外的风景从茅山的秀丽渐渐换成熟悉的市井模样，林辉的心反倒越来越踏实。第二天午饭时分，他终于抵达小区，楼道里飘来家家户户的饭菜香，耳边是锅碗瓢盆的碰撞声，这寻常的烟火气让他倍感舒畅。刚走到楼梯拐角，屋内传来的炒菜声突然让他鼻尖一酸。母亲刘慧云已年过半百，父亲早逝，这些年孤身度日，身边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。自己身为儿子，却常年在外游荡，实在算不上孝顺。林辉，房门突然打开，刘慧云的声音带着几分诧异，许是母子连心。他做饭时总觉心神不宁，开门竟真见了儿子。妈，我回来了。看着母亲鬓角的白发，林辉的声音忍不住哽咽。从小被师父带回山中，他早已习惯了漂泊，见惯了生离死别，可此刻在母亲面前，所有的坚硬都化为柔软，只想扑进怀里大哭一场。回来就好，哭什么呀？刘慧云拉着他的手往屋里拽，指尖的温度暖得人心头发烫。林辉不顾邻居的目光，紧紧抱住母亲。妈，我以后不出去了，就在家陪您。我现在能挣钱了，一定让您过好日子。傻孩子，男人就该出去闯荡。刘慧云拍着他的后背，眼中却泛起泪光。等你闯出名堂，再把妈接过去也不迟。他何尝不想儿子留在身边，可更不愿耽误他的前程。他要让儿子活出个人样，狠狠打那些看不起他们母子的族人的脸。家中依旧干净整洁，老旧的家具被擦拭得锃亮，处处透着温馨。林辉看着桌上简单的陈设，愈发觉得愧疚。师父李天元曾说，相师多难逃五弊三缺的宿命。虽然自己的命格难测，可他终究担心家人会受牵连。正思忖着，刘慧云端着青椒炒肉出来，见他不吃，皱眉问道：“怎么不吃？是不是在外面没好好吃饭？”妈，我在想人生理想呢。林辉连忙掩饰，给母亲夹了块菜。您别坐了，桌子都摆满了。刘慧云坐在对面，只是看着他吃，忽然叹了口气：“林辉，找个正经工作吧，稳定下来再找个媳妇，妈也就放心了。”妈，我这本事可是师父亲传，能铁口直断，咱们以后日子肯定好。林辉不解，刘慧云却使劲摇头，眼眶泛红。
我不想你走你爸的老路。她太清楚丈夫林清源的结局，绝不能让儿子重蹈覆辙。就在这时，电话突然叮铃铃响了起来。林辉接起，听筒里传来一口地道的京片子：“请问是刘慧云家吗？”“是，找我妈有事。”对面的声音瞬间急促起来，还夹杂着“大姐有儿子了”的低语。“我是她妹妹，麻烦让她接电话。”林辉疑惑地将电话递给母亲，看着刘慧云接电话，时而落泪，时而面露快意的模样，他愈发好奇电话来自北京，难不成母亲有什么特殊身世？1个小时后，刘慧云放下电话，脸色复杂的起身收拾碗筷。“你接吧，我不想听。”林辉接过电话，终于拼凑出母亲的过往。故事要从那个混乱的年代说起。林辉的外公刘玉成是功勋卓著的老干部，被下放到豫南劳动改造，4个儿女也随之前往。就在那时，出身显赫的刘慧云遇见了相师林清源，一个被批斗的牛鬼蛇神，情窦初开的两人不顾身份悬殊，渐渐走到一起。当时刘玉成的老战友有意联姻，可刘慧云却坚决要和林清源在一起。江湖相士在老辈人眼中地位低下，加上老战友家的儿子突然病重，刘玉成勃然大怒，勒令女儿分手。浩劫结束后，刘玉成获准重返北京，成为军队重要领导人。可刘慧云却坚持要和林清源结婚，留在豫南。刘玉成放下狠话，不分手就别回北京。婚后的林清源为了给刘慧云好生活，拼了命的干活下煤窑、装火车，什么苦活都干。直到改革开放后，风水相术被重新重视，生活才稍有起色。可就在日子好转时，林清源出了一趟远门后突然卧床不起，最终积劳成疾离世。临终前将林辉托付给了李天元。这些年，刘家兄妹多次想接刘慧云回北京，都因他对父亲的怨恨和误会不了了之。如今刘玉成身体日渐衰弱，在家人的劝说下，终于松口让女儿回家。“妈，外公身体不好，一家人团聚多好啊！”林辉劝慰道。刘慧云的眼睛亮了又暗：“你外公脾气倔，当了一辈子领导，说一不二。我回去他也未必见我。”沉默片刻，他忽然抬头：“要不你先去北京，让你舅舅小姨帮你看看工作，顺便探探你外公的口风。他要是愿意见我，我再回去。记住，千万别提你学相术的事，他最讨厌这个。”林辉犹豫片刻，点头应下：“好，我过几天就去，等摸清情况就回来接您。”挂了电话，林辉望着窗外，仍觉得像做梦，自己竟成了根正苗红的红三代。只是一想到要面对那位威严的外公，还有母亲与家族的隔阂，他心中不免泛起几分忐忑。这趟北京之行注定不会简单。家中的日子平静得让人心安。林辉每日与母亲形影不离，上街买菜，傍晚散步，把过往缺失的陪伴一点点补回来。长久在江湖漂泊，他从未如此真切地感受过家的温暖，只觉每一刻都值得珍惜。可北京的电话催得愈发频繁，林辉终究还是买了前往燕京的机票。“妈，要不咱娘俩一起去，就算外公不见您，全当旅游了。”临行前，林辉仍不死心，刘慧云却摇了摇头，坚持让他先去探路，只反复叮嘱：“见到你外公，千万别提你学相术的事。”飞机降落在北京时已近夜晚，干燥的热浪扑面而来，与南方的潮热截然不同。林辉刚出站口，就看见一个举着自己名字牌子的年轻人，两人对视，瞬间都愣了。明明是初见，却有种莫名的熟悉感。“你肯定是林辉。”年轻人揉了揉脸，语气震惊：“我是你表哥刘惊天，总算知道为啥家里人说我像大姑了。”他接过林辉的背包，贼兮兮一笑：“等会儿家里人审完你，哥带你去49城的好地方。”停车场里，一辆奥迪 A8L 格外惹眼，烟尾打头的车牌更是醒目。这车是偷开老爷子的，接你总不能掉价。刘惊天拉开车门，语气随意。林辉心中了然，能动老爷子的车，足见这表哥在家中的分量。路上，刘惊天滔滔不绝地介绍家底：“我爸刘军武是家里老大，你二舅刘军文管发改委，批条子特痛快。小姑刘清吴最有钱，福布斯女富豪前5位。车子凭着特殊车牌，在拥堵的市区畅行无阻，1小时后便驶入了军区大院。门口哨兵仔细核查证件后，敬礼放行。”刘惊天撇撇嘴：“这儿住的都是总参的头头脑脑，检查比登天还严。大院里的单体别墅线条粗犷，却绿树成荫，清幽雅致。”刘惊天将车停在一栋小楼前，带着林辉推门而入。客厅里，刘军武端坐沙发中央，40多岁的刘军文和雍容华贵的刘清吴分坐两侧。三人见到林辉，除了刘军武，其余2人都难掩激动，沉默良久。刘军武喃喃道：“这孩子真像大姐。”话音刚落，刘军文和刘清吴立刻笑逐颜开。刘惊天忙打圆场：“爸，表弟一路累了，快让座啊！”刘军武这才收敛威严，语气里满是宠溺：“坐，快坐。”
今天这次办事不错，小姑给你加生活费。刘清吴越看林辉越亲切，刘军武脸一沉，不许惯着他，开老爷子的车，出事你担着。话语虽轻，却带着上位者的威严。刘今天顿时蔫了下去。林辉现在做什么工作？刘军武看向林辉的穿着，眼神里带着关切。有困难尽管说，舅舅小姨帮你。还没工作，想多出去闯闯长见识。林辉语气恭谨，却没能立刻叫出舅舅。多年相依为命的生活，让他对突然出现的亲人难免生疏。年轻人就该有闯劲，比今天强多了。刘军武赞许点头，让你小姑给你拿些钱，在燕京好好玩玩。刘敬天听得目瞪口呆，同样是闯闯，待遇却是天差地别。大姐身体还好吗？刘清吴轻声问，眼眶泛红。当年她最疼我，可惜妈身体还行，就是总操劳。林辉答道。刘君文叹了口气，大姐和老爷子脾气最像，都倔得很，谁都不肯低头，不然咱们一家早团圆了。刘军武神色凝重起来。林辉，实话说，你外公还不知道你要来，他身体越来越差，年轻时的旧伤总发作，大多时候都躺床上，我们也是没办法，才想让你先来探探口风，让大姐能回来见他最后一面，别留遗憾，别怪我们骗你。刘清吴神色黯然，这些年他们多次想调解，却碍于老爷子的威严和大姐的坚持，始终无果。林辉心中五味杂陈，母亲每年过年时偷偷抹泪的模样浮现在眼前，他知道母亲从未放下对家人的思念，如今外公病重，自己身为晚辈，理应搭起这座桥。舅舅小姨，你们放心，我一定劝我妈来北京。聊到深夜，林辉泛起困意，刘今天才带着他去客房。我爸这辈子都没夸过我，对你却赞不绝口，你是不是给他灌了迷魂汤？刘今天愤愤不平。林辉笑而不答，亲人久别重逢的真实，自然藏着百般包容，该咱们年轻人聚聚了。刘今天搭住他的肩膀，笑容猥琐。老刘家人丁不忘，就我二弟刘经纶，还有小姨家的江代叔在美国，我叫上老二，带你见识下红三代的玩法。林辉本就爱玩，正满心期待，目光扫过刘今天的面相时，却骤然一沉。对方眉弓发黑，眼角发青，眼中隐有红丝，分明是牢狱之灾的征兆。表哥，别出去了，你面相带货，出去怕是要出事。得了吧，这4、9成谁敢让我蹲耗子？刘今天嗤之以鼻，老爷子影响力还在，我爸妈小姨掌权，没人敢动我。他不由分说拨通了电话，林辉无奈，只能打定主意见机行事。没多久，刘经纶来了，1.7米的个头，戴着啤酒瓶底厚的眼镜，头发乱得像鸟巢。最离谱的是，大热天竟穿着棉拖，科学不计较打扮。他扶了扶眼镜，上下打量林辉，表弟你好，表弟再见。站住，今天必须陪表弟。刘今天一脚踹在他屁股上，转头对林辉解释，这小子天天躲家里搞核裂变研究，是个书呆子，实验到关键阶段要找裂变控制架构。刘经纶揉着屁股，依旧木讷。刘今天眼珠一转，笑道，带你去看世界上最完美的弧线，保准给你灵感。刘经纶眼睛一亮，立刻安分下来。林辉心中慨叹，从面相看，刘经纶虽难走仕途，却注定在科技领域大有作为，日后定是刘家的重要依仗。3人驱车前往一家私人会所，这里低调却门槛极高，只服务4、9成的权贵圈子，无数富人挤破头也难拿入场券。刘今天带林辉来，既是让他长见识，也是想把他拉入这个圈子。午夜的会所正是热闹的时候，男宾居多，女宾多是会所请来的明星或主动攀附的权贵。在场年轻人虽衣着休闲，却都是国际名牌。林辉和刘经纶的打扮瞬间成了焦点。林辉穿的普通白 T 恤和磨边牛仔裤，刘经纶的衣服沾着汗味，怎么看都与这里格格不入。哟，刘今天不是被老爷子禁足了吗？一个戏谑的声音突然响起，打破了场内的目光聚焦。橘子与风波4、9成的红3代圈子里，红色的浓淡向来暗藏等级。陈北皇家的老爷子是爬过雪山、渡过长江的老革命，虽已退居2线，但陈家的根基仍在。只是近些年刘家势头更胜刘老爷子身体康健，子孙或握军权或掌财权。反观陈家老爷子缠绵病榻，后辈中仅陈北皇在公安部混得些许实权，这让早年常被刘今天压制的他总想寻机找回场子。今天啊，都20多岁的人了，天天不务正业也就罢了。陈北皇斜睨着刘今天，目光扫过林辉的廉价 T 恤和刘经纶的邋遢打扮，语气满是讥讽。戴着土老帽就敢往这儿闯，也不怕丢了刘家的脸。围观人群一阵哄笑，这话既损了林辉，又捎带贬了刘经纶，拿捏得极为刻薄。刘今天本想息事宁人，林辉却已挑眉冷笑，疯狗咬人，总不能反过来咬回去，不然岂不是降了身份？你敢骂我是畜生？陈北皇脸色骤变，他自认春风得意，竟被一个穷小子
当众羞辱，怒不可遏的呵斥：“有娘生没爹养的货，你爹没教过你怎么做人。”这话如同一把尖刀刺中林辉的逆鳞。父亲早逝是他心中最不能触碰的痛。他猛地抬头，眼中神光暴涨：“你再说一遍，有娘生没爹养，怎么样？”陈北黄梗着脖子叫嚣，在他看来，林辉不过是刘惊天身边的跟班，翻不起什么风浪。给我表弟道歉。刘惊天见状暗叫不好，他知道林辉在江湖上混惯了，脾气绝非善茬。可还没等他阻拦，一直木讷站在一旁的刘金伦突然抄起酒瓶子，啪地摔在地上，骂道：“敢动我表弟，今天跟你拼了！”刘惊天这下彻底没了顾虑，反正横竖都是要闹，不如痛痛快快出口气。两伙人迅速围拢刘惊天，是圈子里的老玩主，追随者众多。陈北黄近期风头正盛，也有不少拥趸，场面瞬间剑拔弩张。有娘生没爹养的货色，我替你爹教你做人！陈北黄的叫嚣声刚落，林辉已抄起一瓶红酒，大步上前狠狠砸在他脑门上，红酒混着鲜血溅落，陈北黄雪白的 T 恤瞬间染红，脑袋上还嵌着几片碎玻璃碴，全场瞬间死寂。49成的纨绔斗狠，向来只比家世比前途，这般直接见红的场面，众人还是头一回见。陈北黄疼得龇牙咧嘴，摸出手机怒吼，马上派警察来京畿会所，老子被人打了。林辉此时才反应过来，刘惊天的牢狱之灾竟应在了自己身上，可他半点不后悔。刘惊天见状也索性豁出去，抄起酒瓶就要再冲上去，警笛声却已由远及近，10来辆警车停下，荷枪实弹的防暴警察迅速控制现场，将林辉3人塞进警车后排。小姑父，我被逮进局子了，带了家伙的黑皮狗子正压着我们。刘惊天拨通电话，语气轻松的像在报平安。你派几个人过来瞅瞅。驾驶座上的中年警司听得眼皮狂跳，对方口中的小姑父竟是38军的林威虎团长。他在49城摸爬滚打多年，深知这群衙内的能量，哪敢多嘴，只能假装什么都没听见。警车刚到三里屯警局，白局长就满脸堆笑的迎了出来，对着头上缠着绷带的陈北黄嘘寒问暖。这白局长早年是陈家老爷子的警卫员，如今想再往上爬，全靠陈北黄提携，自然对其百般讨好。警局内正一片喧闹，外面突然传来装甲车的轰鸣声，一辆简装装甲车打头，2辆军用运输车紧随其后，数十名端着95式微冲的士兵迅速集结，将警局团团围住。林威虎叼着烟从装甲车上下来，骂骂咧咧道：“今天这犊子竟给我找事儿！”白局长刚冲出去想探个究竟，就被数十支枪口瞄准，吓得腿都软了。误会，军警一家亲啊！他慌忙掏出阮中华递过去，林威虎却瞥了一眼，从口袋摸出雪白的特供小熊猫，抽惯这个了。您那个我不习惯。